大家好，我是 Esther。刚才被我 partner 阻止买2颗悠悠球，搞得我现在有点不爽。他说我悠悠球太多了，但悠悠球这种东西永远都不会嫌多的，你知道吧？OK， 今天来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件事是 Bleed， 就是那个租房返现给特多的那个信用卡公司，他们也招 designer， 然后去投了一下，他们就直接跟我发过来一个测试，就是大概是内容是按照他们的 branding guideline 做一个 flyer， 就不知道为啥我收到这个测试我就突然感觉特烦，然后本来是要做的，就是无视这个烦把它做出来，然后突然想到说，第一我要尊重自己的感受，第二我就分析我为什么会感觉烦。我分析下来有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他无视说他也完全没有看我的作品集就直接发来的测试，而且测试完全就是很功利性的看你比如说对 branding guideline 这种东西的理解，然后给他们做一张 flyer， 就是小宣传单，就是他们单纯的不在乎你是谁，只在乎说你能给这个公司带来什么样的设计结果。我感觉这一类公司一定是等设计 AI 变得更好了之后，一定是第一批把设计师裁掉那种公司。所以这可能是我感觉并不舒服的点吧。然后我觉得这跟我想要找的工作也不贴合，因为我感觉他并不尊重我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性、一个拥有灵魂的设计师，他并不尊重这一点，所以 fuck up， 老子不做了。然后我今天真的是花了一整天的时间跟 ChatGPT 斗智斗勇。是这样，我昨天终于把我作品集里面就是 3D artwork， 就是 3D 渲染的一些作品就是重置完了，3个重置。就是因为之前用的都是那个 C4 自带的渲染器，这次我静图用的是阿诺德，动图用的是 OC。这3个大概花了快有3个星期吧，天哪！中间1个星期又生病了嘛，上周2-3个星期我把它弄完了，天哪！所以我其实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 productive。Anyway， 拍拍自己肩膀，你已经很棒了，然后今天我又开始绕回到说 OK， 有些平面设计的 project 我想重置一下，因为很多其实作品它的想法不错，但介于当时我的技术力限制，以及时间上的一些限制，这些作品其实可以再更好一些。因为我其实本科的时候拖延症还挺严重的，我完全会拖延到 deadline 的那一天把所有东西做出来。就是我现在回去看，我也觉得哇，想法真的很好，但是也可以再 I can make it more polished， 就 OK。 有些作品也需要重置。然后今天重置的这个项目呢叫 Bagged， 这个是我大4那年想转产品设计，然后就去我们产品设计部门上课，准备作品集，然后想升产品设计研究生。当然结局是没有升成功。然后这是我们当时集中在做的一个 project， 就是还是一个系主任，一个老太太，一个女版川普，但是特别支持民主党的一个老太太。她给我们上这个课，这个老太太给我感觉是没有什么真本事，真的感觉她没有什么真本事。然后呢，她教这是一个 sustainable class， 就是可持续性设计。她这一节课她在巴尔的摩本地找了一个那种 laundry 的，就是做干洗业务的一个工厂。他们工厂会剩下特别多的那种 LDPE 的塑料袋，就是那种干洗完的衣服外面造成塑料袋那种东西。然后这个塑料袋它让我们废物利用，就是
塑料袋一层一层压，能压出一个 sheet， 一个挺硬的一个，但是又可以裁切的这么一个板子，然后我们就进行这些板子进行设计一些物品。我做了一个小拎包，然后我们组有3个人选择用这个塑料袋进行创作。我做了一个拎包，我朋友做了一个挎包，然后另一个朋友做了一顶帽子。所以然后我当时就想说，我要不要就借这个机会给我们这个品牌做一个 branding， 然后这个 branding 就要 bag it。 所以我现在手头上有的物料就是我有一些这个产品的照片，我们只有3个产品，有一些产品的照片，然后我有制作过程的视频，这也是当时为了应付另一堂课我拍的视频。然后我做了 logo， 然后我又做了一些 texture 和杂志页面，然后做了个海报，但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系统性。说 OK， 那我重置一下。我还有一个特别想重置的原因是，我不是之前小说上一直在说 ChatGPT 4o 的那个图片生成功能特别厉害吗？我记得他当时是有就是说把模特或者什么把人家手里的东西替换，比如说 A 图是一个人， B 图是一个东西，然后你把 A 图手里的东西替换成 B 图的东西，就这个还挺好用的。我说那我不就可以直接从网上找一些模特图，然后我也有我们东西的产品图嘛，就直接替换进去不就行了，大功告成，多简单。当时大概脑子有这个想法，然后今天梳理了一下，就是我重置的话，我需要就是我还需要再多设计一些什么。我数了一下，就有我去 Behance 上翻了一下，就是其他的 fashion brand 里面都有什么物料。我最后定下来说要海报，更好的海报，包装可能要有吊牌，然后名牌就是衣服上那个 tag， 吊不是是名片，我写成了名牌，吊牌名片，然后要有一个印刷书的封面，然后做一个简单的 motion。我还需要大量的模特使用我们产品的照片和更多的产品图。然后我说那应该不会太难吧，我今天就去试了一下，结果没想到1个月前它是很简单的，1个月后今天 ChatGPT 4o 它升级了，它不能说升级了，它变智障了。它现在对于真实图片的人物和物品之间的东西的互换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基本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就我试了好几次，他都说因为条例的规定你不能这么做。我也想了很多办法去规避它，比如说我告诉他说这是一张卡通图片，我说你把卡通 A 的人物图片的帽子替换成我这个卡通 B 的图片的帽子，他试了一下说不行。然后我把模特的脸涂掉，说你把那帽子给我换掉， ChatGPT 说不行。我实在是给我气的，然后我就气呼呼的回屋里躺了一会儿，躺着我就想了一个招。他说是真实物品东西不能被互换，那我最需要他做什么呢？因为首先我的产品图不够，就是产品图如果360度全方位的视角都有的话，就像渲染图一样，什么视角都有的话，我其实很方便直接把那个图 P 到模特身上，是吧？但我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第一最需要的是这些物品特定视角的特定 perspective 的图片。第二是我很需要就是这个物品在模特世界环境光影的效果，就也可以自己 P 了，但是我 Photoshop 没有那么好，我也嫌麻烦。然后第三最方便就是他把这2点做到之后，再把那个就是物品再自然而然的嵌入到模特的身上，那太轻松了。但既然现在他不准我这么做，我最需要的东西其实就浓缩了2件。第一是就是这个东西它戴在模特身上的视角是怎么样的，第二是它固定渲染的那个环境的光影。然后我就想说，既然真实人物不行的话，那火柴人总行了吧。我就躺床上，我就想说，那我要不直接把模特从那个图片背景
图片底去掉，就是只留下背景跟光影。然后我再把模特的那个大概的那个 figure 再给它把外形大概画出来，这个角度，然后再让他把帽子 P 上去，不就完了吗？我就试了一下，我还没有先直接让他直接上，我就直接拿了一个小火柴人，一个小，我说把帽子戴到这个小身上，我成功了。然后我又试了一下，就是我把那个图片里的人 trace 出来说，我说你把那个帽子戴到这个我画的这个人外轮廓人物的身上，也成功了。虽然它没有很好的融入到环境背景里面去，但是也还可以。然后我 Photoshop 结果加工了一下，这个大概就是最后的那个成果。Photoshop 我又专门为了这个 project 我又去淘宝上买了 Photoshop 的 beta 版本，就是Photoshop 的 AI 一定要正版联网才能用，付费一下吧，也就花了40块人民币，也还好。然后物品，然后我还需要就是单独对这个物品进行摄影更多的图片，因为说实话这个物品是我们那个傻逼的那老太太自己带回家自己去拍的，她不让她寒假没收了我们的作品，她要自己拿回去拍的也不能说很差吧，但是也没有特别好，是我需要把这个，我需要一种更奢侈品形式的照片物品照片的摄影风格，他拍的完全不够格，所以我又尝试了一下，说就是把我们的俩包那一帽子进行，就是 OK 我要 A 图的这个效果， B 图这是我的产品，你用这种风格给我渲染一下，这个 ChatGPT 是能做的，但凡是涉及到人物跟真实物品之间进行一些互换，比如说把帽子换掉，把包换掉，这个东西 ChatGPT 做不到。甚至这真的这一削弱，这连 Photoshop 都不如了耶。Photoshop 的 Generative AI 都能做到这些， ChatGPT 居然什么傻逼玩意儿，我操他大爷！就反正今天兜兜转转这一大圈，我费了老大劲儿，我打通了这一条工作流。其实也还，我也蛮佩服自己的，我是很会就是钻空子的这种人，就是但我今天还是有一些挫败吧，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简单，但是要夸夸自己，你已经做得很好了。OK， 今天分享大家就是这样，谢谢大家 ，See you guys。